上期我们讲解了石勒从奴隶成长为皇帝的过程，那么后赵是如何统一北方的？石勒去世后，唐执石虎是如何当上皇帝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五胡乱华之前赵灭亡及后赵统一北方。319年11月，石勒自称赵王，建立了后赵政权。之后，东晋的司马睿任命祖逖为豫州刺史，率军收复中原。他多次打败后赵的军队，使黄河以南的百姓尽归东晋朝廷。石勒便与祖逖修好，允许两地的百姓相互通商，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然而好景不长，321年，祖逖病逝，石勒便派兵开始南侵。由于接替祖逖的祖约抵抗不住，只能退守寿春，豫州便归属于后赵。之后，石勒继续派兵征讨徐州和兖州，东晋的将领们无法抵抗，只能向南撤退，当地很多的物主们便投降了后赵。323年，石勒派遣自己的堂侄石虎，率军攻打割据青州的曹仪，坑杀其部众3万多人，青州也归属于后赵。324年，石勒派遣石他，率军攻打上郡，依附于前赵的北羌王彭巨楚，俘虏其部族3000余部，牛羊2万多头。刘耀得知后大怒，当日便率军追击石他，双方在黄河边展开激战，结果后赵军战败，被斩首了1500多人，5000多人掉入黄河淹死，主将石他战死。328年，石虎率军攻打蒲坂，刘耀亲率精锐赶来救援，结果石虎战败，刘耀趁胜追击，攻打镇守洛阳的石生以及吉郡和河内郡，使后赵举国震惊。石勒不顾群臣反对，亲自率军救援洛阳。大军到达成皋时，遇到了前赵的大军，然而他发现刘耀竟然不设守军，于是石勒便亲兵前行，渡过了黄河。刘耀得知后，连忙将大军撤退到洛阳的城西列阵，石勒则让石虎和石堪以及石聪3路夹击刘耀，最终前赵军大败，皇帝刘耀也被俘虏了。留守长安的太子刘熙得知父皇刘耀被擒后大惊，立即放弃长安，逃往了上邽。石勒便派遣石虎前往关中，收拾前赵的残余势力。329年8月，前赵的王公大臣们被石虎捕杀，刘耀也被石勒在襄国杀害。至此，前赵彻底灭亡，关陇之地尽归后赵。堤王符洪和羌人首领姚义仲得知后，也闻风来降，归顺了后赵。这里插个题外话，符洪的儿子苻建后来建立了前秦政权，姚义仲的儿子姚长则建立了后秦政权，具体过程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述。至此，除了张实建立的前凉、拓跋鲜卑建立的代以及慕容鲜卑控制的辽西之外，后赵政权几乎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那么前凉是如何建立的呢？301年，张轨被任命为凉州刺史，负责征讨鲜卑族的叛乱。314年，张轨病逝，他的儿子张实继任了凉州刺史。317年，司马睿在建业称帝，东晋建立，但张实没有使用东晋的年号，脱离了东晋朝廷的管控，自称凉王，他所建立的政权便被称之为前凉。330年2月，石勒自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并设立百官。9月，正式称帝，太子石弘被立为皇太子。第2年4月，他迁都邺城，并开始营建邺城新宫。这时，属下的大臣们觉得太子石弘爱好文章，对儒士亲近，而石勒的堂侄石虎却战功显赫，而且掌握重兵，恐怕到时候石弘无法驾驭石虎，便劝说石勒强化太子的权力，并削弱石虎。石勒便听从了他们的劝谏，让太子审批奏表，只有征伐杀人之事才需要交给石勒裁决，并且削弱了石虎的势力，这让石虎非常的不满。333年，石勒的病情加重，他让太子石弘和中山王石虎以及中常侍严震前来觐见。石虎得知后便使用矫诏，不允许石弘和严震在内的所有大臣觐见石勒，导致没有人知道石勒的病情。7月，石勒颁布遗命说，朕死3天之后下葬，葬后百官就可脱掉丧服，墓里不要陪葬金银财宝。另外，石弘年幼，大臣们各司其职，不要违背朕的命令。石弘与石斌应该和善相处，谨记司马氏的借鉴。至于石虎，应该学习周公和霍光，不要成为将来的口实。
21日，石勒在西阁逝世，享年60岁。当天，石虎便劫持着太子石弘，来到了殿前，让自己的儿子10岁带兵入宫，文武官员纷纷逃散。石弘大为恐惧，准备将皇位让给石虎，但石虎不肯接受。石弘流泪痛哭，执意辞让。石虎怒斥道：“如果你不能承担大任，天下人自会按理行事，哪能事先谈论呢？”于是石弘只能胆战心惊地继位，任命石虎为丞相，总领朝政。石虎的儿子和幕僚们则全都被任命为朝廷要职。然后石虎将石勒生前的宫女和车马以及珍贵衣物等全都送入了自己的府邸。10月，镇守关中的石生自称秦州刺史，派遣使者向东晋请降，准备与镇守洛阳的石朗共同起兵征伐石虎。氐族统帅符洪则自称雍州刺史，向西归顺了张俊。石虎便让太子10岁留守襄国，亲自率领7万大军前去攻打洛阳的石朗。最终石朗战败被俘，被砍掉双脚之后斩首。随后他继续率军前往长安，任命石挺为前锋大都督，石生则让郭权率领2万鲜卑士卒前去迎战，将大军屯驻于蒲坂。随后双方在潼关展开激战，石挺战败后被杀，石虎只能退往渑池。然而就在这时，鲜卑族的将士们却与石虎勾结，反过来攻打石生。石生大惊，立即放弃长安，藏匿于鸡头山，被部下斩杀后投降了石虎。接着石虎派遣将领麻鸠率军讨伐符洪，符洪自知不敌，率领部族2万户投降了石虎。石虎拜其为护堤校尉，让其居住在方头，即今天河南省浚县，任命姚义仲为西羌大都督，率领数万部众迁居到社头，即今天河北省枣强县东南。至此，叛乱被彻底平息。石虎返回襄国之后，建造了魏台，完全仿效曹操抚汉的旧例。皇帝石弘深感不安，携带着印玺前往魏宫，再次请求禅位给石虎，但石虎依然不肯接受。石弘只能流着泪返回了皇宫。大臣们也劝谏石虎接受禅让，可石虎却说石弘就是个愚昧昏暗的皇帝，应该立即将他废除，何来禅让之说呢？11月，石虎自称摄赵天王，废除了石弘之后将其杀害。335年正月，石虎让太子10岁决断奏事，处理朝政，他自己则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要求各族人等均可信奉佛教，佛教便在后赵得以昌盛。不久之后，后赵境内发生了严重的旱灾，1斤金子只能购买2斗粟米，百姓饿殍遍野。但石虎依然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各种徭役非常繁重。之后，石虎依照商周的制度，自称大赵天王，太子10岁被封为天王皇太子。10岁素来骁勇，备受石虎的宠爱，但他骄淫残忍，经常以打猎为名，夜宿于官员的家中，奸淫官员的妻妾。他还喜欢将美丽的姬妾打扮漂亮，然后斩下首级，盛放在盘子之中，与宾客们互相传览，而姬妾们的身体则烹煮之后共同品尝。尼姑当中若有姿色者，他便与其交合，然后杀害之后与牛羊肉一起煮着吃掉。与此同时，他的父亲石虎也由于沉溺于酒色，喜怒无常。10岁有事禀报时，石虎便不满地说道：“这种小事也值得禀报吗？”如果10岁有事没有禀报，他就怒斥10岁为何不报，并且多次鞭打和杖击，让10岁非常的不满。既然这样，10岁干脆不理政事，称病在家，然后秘密带领文武百官500多人前往李严的别宅，纵情享乐，而且还与李严等人密谋诛杀皇帝石虎。石虎得知10岁生病的消息后，本想亲自前去探视，但被他信任的高僧佛图澄给劝阻了。石虎高声说道：“我是天下人的君主，难道连父子都不能互相信任吗？”说完，他就派遣亲信的女尚书前去查看，结果却被10岁给斩杀了。石虎得知后大怒，立即将10岁幽禁在东宫，不准出入。但是不久之后，他还是赦免了10岁，并在太武东堂召见他。结果10岁朝见时，不但不谢罪，见了面转身就走。石虎勃然大怒，立即将其废为庶人。当夜，他便将10岁和妃子张氏以及妻儿老小26人全部诛杀，
并将他们装进一口棺材之中埋葬。10岁的亲信党羽200多人也全被诛杀。之后改立石宣为天王皇太子。那么石虎的结局如何？他为何连杀2个儿子，甚至连小孙子都不肯放过？我们下期继续讲述。本次合集的内容，我们会从八王之乱一直讲解到隋朝建立。由于挺长时间没能更新，为了方便后面内容的讲解，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之前的内容，以便于理清五胡十六国的时代背景。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从西晋建立到后赵统一北方。266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自立为帝，建立晋朝，标志着三国时代彻底终结。280年，东吴被晋朝所灭，从东汉以来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正式形成。然而，晋朝的繁荣并没能持续太久。司马炎病逝后，他的弱智儿子司马衷继位，朝政则被皇后贾南风以及诸位王爷把持，八王之乱由此爆发。在长达16年的战乱之中，8位同姓诸侯王轮流执政，并且相互征伐和残杀，导致西晋王朝国力大衰，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地的胡人趁机反抗，纷纷建立政权，五胡十六国的时代正式登场。304年，氐族人李雄在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同年，匈奴人刘渊便在左国城称王，汉赵政权建立，西晋王朝岌岌可危。317年，晋怀帝和晋闵帝先后被刘渊的儿子刘聪诛杀，西晋王朝彻底覆灭。随后，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支持下，在建业称帝，东晋建立。凉州刺史张士德之后不肯使用东晋的年号，标志着凉州正式脱离东晋，又一个割据政权形成，史称前凉。此时，北方最为强大的政权便是匈奴人建立的汉赵政权，而汉赵政权最大的功臣是曾经做过奴隶的羯族人石勒。318年，晋准之乱爆发，刘氏宗族几乎被屠杀殆尽，在刘耀和石勒的合围下，才最终平息了叛乱，但汉赵政权也随之开始衰败。之后，刘耀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石勒则趁机脱离刘氏的统治，自称赵王，定都襄国，史称后赵。328年，前赵和后赵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前赵的皇帝刘耀被擒，太子刘基逃往上邽，前赵彻底灭亡。333年，石勒病逝，次子石弘继位，但朝政被石勒的堂侄石虎把持。第2年，石虎便废除石弘，自立为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就此登场。他称帝后便开始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将朝政交给了自己的儿子10岁决断。他要求全国20岁以下、13岁以上的女子，无论是否婚嫁，都要做好入宫的准备。各郡县的官员为了迎合他，强行夺取百姓的妻子9000多人，杀掉女子的丈夫3000多人，最终送入宫中的美女高达4万多人。345年，他征发了16万人，准备重修长安城的未央宫，征发了26万人，准备重修洛阳宫。为了快速得到财富，他下令掘开前朝帝王的陵墓，夺取陪葬品，并且派人前去挖掘秦始皇的陵墓，准备盗取陵中的铜柱，用来制成铜器。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儿子10岁更为荒诞，不仅奸淫官员们的妻妾，甚至将自己的姬妾打扮漂亮之后，砍下头颅放在玉盘里，供宾客们传递观赏。他奸淫尼姑之后将其杀害，与牛羊肉一起煮着吃掉，简直禽兽不如。后来，他甚至开始策划杀掉自己的父亲石虎，篡位自立。石虎派遣自己的亲信宫女前去探视，结果却被10岁给当场斩杀了。石虎勃然大怒，立即将他幽禁在东宫，希望他能悔改。结果他朝见石虎的时候，不仅没有谢罪，而且扭头就走，这让石虎非常的愤怒。当天夜里，他就将自己的儿子10岁满门抄斩。随后，他改立石宣为天王皇太子。可是他对石宣并不满意，想立石涛为太子，但由于石宣年长，导致他一直犹豫不决。在此期间，他任命石涛为太尉，与太子石宣轮流批阅奏折，这让石宣非常的不满。而石涛由于受到了石虎的宠爱，变得肆无忌惮，完全不把太子放在眼里。甚至他在府中修建了一座殿堂，命名为宣光殿，横梁长达9丈。
石宣得知石涛故意冒犯自己的名讳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斩杀了石涛的工匠，并将横梁砍断。可石涛不为所动，既不与他计较，也不向石虎上报，找来工匠继续修建宫殿，并且将横梁的长度增加到10丈。石宣怒不可遏，对自己的亲信们说道：“如果你们能将石涛除掉，等我当上皇帝之后，便将石涛的封邑全都赏赐给你们。而且，如果石涛被杀，石虎必然前来哀悼，到时候我们再趁机杀掉皇帝，便可万事大吉了。”于是，石宣的亲信便暗杀了石涛。石虎得知后，悲痛欲绝，立即下令逮捕石宣，将他囚禁在仓库之中。他让人用铁环穿透他的下巴，制作数斗大的木槽，以喂猪的方式给他喂食。接着，他下令在邺城以北堆上柴草，上面架设横杆，横杆的末端安置鹿炉。行刑当日，他派人将石宣押到柴草旁，让石涛宠爱的宦官揪着石宣的头发，拽着舌头将他拉上梯子，然后将绳索套在石宣的脖子上，用鹿炉绞到横杆处，接着派人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刺穿他的肠子。等折磨到不成人形的时候，再点燃柴堆，将石宣烧为灰烬，并将灰烬撒在通往城门的路口，供万人践踏。在此过程中，石虎率领着文武百官和后宫佳丽数千人登台观看了石宣被行刑的全过程，石宣的妻儿也都惨遭杀害。当时石宣的小儿子只有几岁，石虎非常的宠爱这个小孙子，便准备将其赦免，但属下的大臣们不由分说，从石虎的怀里抢夺孩子。小孙子拽着石虎的衣服，大声呼叫爷爷，连石虎的腰带都给拽断了，但还是没能逃脱被杀的命运。接着，石宣的亲信党羽300多人，太监50多人，全都被车裂后抛尸于漳河之中。石宣居住的太子东宫则被改为了养猪的猪场，东宫的卫士1万多人则全被流放凉州。9月，年仅10岁的幼子石氏被立为太子。至此，后赵政权的继承人问题终于尘埃落定。然而，就在后赵政权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的时候，北方的鲜卑族之间也在上演着鱼死网破的大戏。那么，慕容鲜卑是如何打败段部和宇文鲜卑，建立前燕政权的？后赵政权又是如何灭亡的？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慕容鲜卑是如何崛起并建立前燕政权的？有屠夫天子之称的冉闵，为何要下达杀胡令？冉魏政权又是如何建立并消灭后赵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前燕政权建立及冉闵下达杀胡令。西晋灭亡之后，慕容鲜卑的首领慕容伟便在汉族士人的辅佐之下，使慕容鲜卑逐渐开始强盛。333年，慕容伟病逝，他的儿子慕容晃继位，并将都城迁徙于昌黎郡的集城，即今天辽宁省义县西北。同年10月，他自称燕王，前燕政权建立。然而，段部鲜卑屡屡进犯前燕的边境，慕容晃深以为患，便派遣使者前往后赵，请求石虎出兵支援。石虎非常高兴，与慕容晃约定4年共同发兵征伐段部鲜卑。338年正月，石虎按照约定的日期，率领大军向北前行。3月，大军到达蓟县，段部鲜卑大惊，左右长史等人连忙封存府库，向石虎请降。首领段辽见状，连忙率军逃走，石虎便派遣麻丘等将领前去追击。追到密云山的时候，俘虏了段辽的母亲和妻子。之后，石虎便率军进入了令之宫，即今天迁安市北部。此战，石虎大获全胜，可慕容晃却劫掠了5千余户后，就率军返回了，并未按照约定前来会合，这让石虎大为恼怒，立即发兵攻打慕容晃。结果，双方相持了10多天后，并未取胜，石虎只能撤兵而回。慕容晃得知石虎撤兵后，立即让儿子慕容恪率领2000骑兵追击，后赵大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丢盔弃甲而逃，3万多人被杀。12月，段辽向前燕投降，慕容晃将其奉为上宾，并与他秘密商讨攻打后赵的计谋。他让段辽假装向后赵投降，并要求后赵派人前来接应。与此同时，他让慕容恪率军埋伏在密云山中，准备伏击后赵的大军。果然，石虎让麻丘率领3万大军前来迎接段辽。到达密云山的时候，慕容恪突然率军出击，
后赵大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死伤10至6七，主将麻丘徒步逃回邺城。石虎得知后大怒，立即派遣李农率领3万大军前去攻打前燕的樊城，即今天河北省平泉县南，但攻打了10多天后无法取胜，只能撤军而回。341年，慕容晃将柳城改称为龙城，并将都城迁往此地。龙城即今天辽宁省朝阳县柳城街道的原太子村。接着，他率领2万骑兵攻打宇文鲜卑，宇文鲜卑不敌，首领宇文义斗逃往漠北，宇文部的1000余里土地也尽归慕容部所有。至此，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控制了辽西的大部土地，成为了后赵的强劲对手。348年，慕容晃去世，太子慕容俊继位。次年，他便率军攻打后赵，夺取了幽州，并将都城迁往蓟县。也就在这一年，后赵的皇帝石虎病逝，年仅10岁的太子石氏即位。由于皇帝年少，朝政由石氏的母亲刘太后把持。他本想任命张柴为丞相，但张柴不敢接受，请求任命石遵和石建为左右丞相，以此来安抚刘氏宗亲。石遵是石虎的第9子，他接到诏书后立即起身前往邺城，走到河内郡的时候，遇到了姚义仲和符洪以及石敏等人。他们劝告石遵说，先帝原本打算让你成为继承人，但由于他晚年昏聩，被张柴欺侮，才造成现在女主当朝，奸臣懒政的局面。如果你现在声讨张柴的罪行，谁敢不打开城门迎接殿下呢？石遵便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率军前往邺城。同年5月，石遵的大军到达荡阴，即今天河南省汤阴县。张柴本打算派兵拦截，但邺城德高望重的老人以及羯族的士兵们纷纷出城投奔石遵。张柴无奈，只能出城迎接石遵，却被石遵下令给斩杀了。然后石遵假传太后的旨意，让石氏禅位于他。5月16，石遵继承皇位，在位仅21天的石氏被杀。然而石遵继位后，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子嗣。起先他答应立石敏为太子，可没过多久，他却将自己的侄子石衍立为了太子，这让石敏非常的不满。石敏原本是汉人，由于他的父亲冉瞻被石虎收为养子，才改姓为石。石敏从小就果断敏锐，深受石虎的宠爱。成年后，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特别是在镇压梁独兵变的过程中力压群雄。从此，他便在军中威望高涨，胡汉将领无不畏惧于他。石遵继位后，石敏总揽内外兵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权臣。然而这时，石遵对他产生了猜疑，担心他对新立的太子石衍不利。于是他便与自己的哥哥石建以及母亲郑樱桃商议对策，准备除掉石敏。可郑樱桃觉得石遵之所以能够即位，石敏功不可没，所以不同意除掉石敏。哥哥石建更是将此事密报给了石敏。石敏得知后非常惶恐，为了自保，他便在李农等人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斩杀了皇帝石遵和太子石衍，改立石建为帝。至此，石遵即位仅183天，皇位就落在了哥哥石建的手中。可石建只是个傀儡皇帝，真正的朝政大权却被石敏掌控。石氏的皇族宗亲多次刺杀石敏，但都没有成功。孙福都等人更是集结了3000名羯族士兵，攻打石敏和李农的府邸。石敏和李农亲率数千士卒杀出，从凤阳门一直杀到昆华殿，横尸遍地，血流成河。接着他下令说，凡是与朝廷同心者可以留下，不同心者则可以各自离开。胡人们得知后纷纷出城而逃，100里之内的汉人们得知后则纷纷赶来进城，双方便在城门相遇，将城门堵得水泄不通。此时石敏意识到，胡人终究是不会为自己所用的，于是他下发命令，每斩1名胡人的首级送到丹凤门，文官禁卫3等，武官则被任命为衙门将军。短短的1天之内，就有数万胡人被杀，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石敏更是亲自率领将士们诛杀胡羯，死者多达20余万。各地的驻军收到消息后，也依照石敏的命令诛杀胡人，连高鼻多须的汉人也未能幸免。接着他驱逐了数十支北方的胡人部族，导致数百万胡人在逃亡路上死亡。
350年正月，石敏将国号改成为魏。此时杀胡令的影响开始反噬，邺城的很多将士出逃外地，其他各地的将领们也不听从石敏的调遣。其中，据守府口的张审、据守石渎的张贺度、据守黎阳的段勤、据守阳城的刘国，以及据守社头的姚义仲、据守方头的符洪等人，各有将士数万，都不再依附于石敏。石敏和李农准备率军前去征伐张贺度，然而他们刚刚出城，皇帝石鉴便派遣宦官给张审等人送信，希望他们趁虚攻打邺城。结果宦官却将此事告诉了石敏。石敏大怒，立即率军返回邺城，废黜并斩杀了皇帝石鉴，邺城之内的石氏宗族也全被诛杀。接着，大臣们请求让石敏继位，石敏假装推举李农，李农以死相抗，不肯继位。于是，石敏便在邺城的南郊称帝，并恢复自己的冉姓，国号大魏，史称冉魏。不久之后，李农及其3个儿子全被诛杀。石虎的儿子石之得之后，也在襄国称帝，得到了胡人们的积极响应。11月，冉闵率领10万大军围攻襄国，围攻了100多天之后，石之感到害怕，连忙去除帝号，改称赵王，并且派遣使者向钱淹和姚义仲等人求援。姚义仲让儿子姚襄率领38000名骑兵赶去支援，钱淹的慕容俊则让岳婉率领3万披甲之士从龙城赶来，石坤也从冀州出兵，3路大军共计10余万人向襄国袭来。冉闵连忙派遣胡穆前往长卢抵挡姚襄，派遣孙威前往黄丘抵挡石坤，结果2路大军全都战败，几乎全军覆没，主将胡穆和孙威单枪匹马逃回襄国。于是3路大军便畅通无阻地向襄国包围而来，石之也从城内发起猛攻，冉闵大败，仅带领10余名骑兵逃回了邺城，10余万大军损失殆尽，众多文武百官被杀。接着，石之让刘显率领7万大军攻打邺城，冉闵则召集邺城的所有兵马前去迎战，结果刘显战败，死伤了3万多人。刘显非常畏惧，连忙派遣使者向冉闵投降，并且承诺杀掉石之，作为投降冉闵的投名状。4月，刘显果然杀死了石之，并将其首级送往邺城。冉闵在十字路口焚烧了石之的首级，后赵彻底灭亡。那么，冉闵的结局如何？氐族人苻建又是如何建立前秦政权的？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冉闵和石之对峙的时候，苻建是如何突袭关中，建立前秦政权的？冉闵结束了后赵之后，为何不到1年，冉魏政权就土崩瓦解了？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前秦建立及冉魏政权覆灭。350年，冉闵废黜石鉴，自立为帝，建立了冉魏政权。石虎的儿子石之则在襄国称帝，双方展开了长久的对峙。在此期间，符洪的儿子苻建、段部鲜卑的段堪以及滨州刺史张平等人趁机割据，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首先，我们来看符洪。符洪是氐族人，略阳郡临渭县，即今天甘肃省齐安县人。他原本姓蒲，名为蒲洪，父亲蒲怀圭是略阳氐族的部帅。父亲去世后，蒲洪便继承父位，成为了氐族的首领。起先，他投靠了前赵，前赵被后赵消灭后，他便投靠了后赵，被石虎迁徙到方头驻扎。在此期间，有谶文预言说草父应称王，而他的孙子蒲坚出生时，后背上刚好有草父2字，草父合在一起便是福字，于是蒲洪便将家族的姓氏改为了福。349年，冉闵下达杀胡令，20余万胡人在邺城被杀，各地的驻军收到消息后，也依照冉闵的命令诛杀胡人。比如后赵的将领麻丘和王朗，他们率军从长安前往洛阳的途中，得知了冉闵的杀胡令，麻丘便斩杀了王朗军中的1000多名胡人。王朗十分惊慌，连忙逃往襄国投靠了石之，麻丘则准备前往邺城投靠冉闵。符洪得知后，立即派人截击麻丘，并将其俘虏。麻丘在方头见到符洪后，便对他说：“冉闵和石之正在襄国对峙，中原必然大乱。只要你趁机攻占关中，便有机会夺取天下。”符洪深以为然，准备听从麻丘的建议。然而麻丘却另有打算，
同年3月，他利用酒宴的机会给福洪喝下了毒药，准备毒死福洪之后吞并福洪的部众，结果却被福洪的儿子福建发现后给处死了。福洪临死之前嘱咐儿子福建说：“我死之后，你们要迅速入主关中。”此时占据关中的是后赵的将领杜洪，福建为了麻痹杜洪，假装接受石之封给他的官职，并在方头修缮宫室，督促部下播种麦子，做出要在方头长居，没有西进意图的假象。与此同时，他秘密派遣使者前往建康，表示愿意臣服东晋。建康即今天的南京市。313年，为了避讳晋闵帝司马邺，将建业改称为建康。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福建便出动所有兵马，兵分2路夺取长安。一路由弟弟福雄率领5000骑兵先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跟进，目标是从潼关进入关中。一路由侄子福京率领，从芷关进入河东郡，然后进入关中。大军渡过黄河之后，福建便下令焚毁浮桥。杜洪得知后，立即派遣部将在潼关拦截，但被福建打败。之后，福建一边进兵，一边给杜洪送去名马和珍宝，并且声称要拥戴杜洪为皇帝。可杜洪并不上当，立即召集大军抵抗。此时，福京已经在阴盘打败了杜洪的部将张先，长安附近的3府地区望风而降。福雄则占据了渭水北岸，大军向长安进发。10月，福建的主力大军抵达长安，杜洪自知不敌，逃往了丝竹县。接着，福建派遣使者前往建康，与东晋交好。351年正月，福建在长安自称大秦天王，定国号为大秦，史称前秦，儿子福长被立为天王皇太子。至此，前秦政权建立。再来看段祺。段部鲜卑的首领段辽投降了慕容晃之后，段部鲜卑彻底灭亡。段辽的弟弟段兰率众逃往后赵。段兰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段堪接管部众。冉闵和石之对峙的时候，段堪便率领部众东进，占据了广固，即今天山东省青州市，自称齐王，建立了大齐王国，史称段齐。351年正月，段堪派遣使者前往建康，请求归附于东晋，东晋朝廷封他为齐公。与此同时，滨州刺史张平也看到了机会，准备割据自首。他向东晋朝廷称臣的同时，又向前燕的慕容俊和前秦的福建称臣。于是，东晋和前燕以及前秦都授予张平官爵，张平便割据滨州，保持中立。接着，豫州刺史张玉也脱离后赵和冉魏，请求归附东晋，占据着洛阳和许昌等地。而成汉政权则于347年被东晋的将领桓温击败后彻底灭亡。351年4月，后赵的将领刘贤斩杀了石之之后，将首级送往邺城，后赵彻底灭亡，冉魏的疆域便与前燕接壤。冉闵准备与前燕交战，大将军董润和车骑将军张温便劝谏他说：“鲜卑此时锋芒正盛，而且敌众我寡，不如暂且躲避，等他们骄傲懈怠之时，我们再出兵攻击，定可取胜。”可冉闵不予采纳，立即下令出兵迎战。冉闵率领大军前往常山郡，慕容恪便远远地率军尾随。接着，双方在魏昌县的莲台及今天河北省无极县东北展开激战，冉闵10战10胜，燕军非常恐惧。冉闵率领的大多为步兵，而慕容恪率领的大多为骑兵，因此在平原上交战对步兵不利。于是冉闵便准备率领大军进入丛林，使前燕的骑兵失去优势。慕容恪得知后，立即派遣轻骑前往拦截，然后让他们佯装战败，将冉魏的大军再次引入平地。接着，慕容恪兵分3路，他自己亲率主力为中军，将所有战马用铁索连为方阵，另外2部则分属为2翼，配合主力作战。冉闵素来就以勇猛著称，他见到慕容恪的旗帜后，骑着朱龙赤马就冲杀了过去，不多时便斩杀了300多名燕军。然而就在这时，慕容恪的左右2翼迅速包抄过来，彻底击败了冉魏的大军。冉闵连忙向东突围，逃出了20多里。然而由于激战过度，冉闵的朱龙赤马突然暴毙而亡。冉闵摘下马背之后，被追兵擒获，送往了前燕的都城蓟县。
慕容恪质问他说：“你这个奴仆下人也敢妄称天子？”冉闵答复道：“连你们这些夷狄禽兽都可称帝，我作为时势英豪，为何不可？”慕容恪大怒，下令将他鞭挞了300鞭后，送往前燕的旧都龙城杀害。接着，慕容恪派兵围攻邺城，冉魏大军纷纷投降。冉闵的儿子冉智年幼，大将军蒋干一面派人向前燕求和，一面派遣使者准备归顺东晋，请求东晋支援。使者到达濮阳后，被东晋的濮阳太守戴师给扣了下来。他骗取了传国玉玺后，亲率100多人前去支援邺城。8月，长水校尉马愿等人出城投降，蒋干和戴师弃城而逃，冉魏的太子冉智以及王公大臣全被俘虏，送往了前燕的都城蓟县，冉魏政权自此灭亡。那么，如此强劲的前燕政权为何惨遭覆灭？断送前燕的又会是谁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